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江峰世界。北京这几天发生的事比伊朗战场还邪门。先说一个这2天传得满天飞的消息，胡春华被抓了。不过在全国政协官网上3月30日发布了一篇报道，内容是3月27日王沪宁主持的第49次主席会议，胡春华的名字赫然在列。所以胡春华被抓这个说法目前没有任何硬证据支持，但是没被抓不等于没事儿，因为有一条线正在一步一步的往他身上通。这条线的起点是一个很多人没听过的名字，李光禄。李光禄1982年生人，黑龙江双鸭山人，北京公安大学毕业，分到了广州市公安局，干的是最底层的活，碌碌无为好几年。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2013年底，那一年马兴瑞从工信部调入广东当副省长，要挑贴身秘书，最后挑中了李光禄。表面上说是老乡，又有公安背景，方便安保，可圈内传的最邪的一层，据说李光禄的血型和马兴瑞完全一致，是那种能随时顶上去的无障碍共学者。在中共那套权贵体系里，副部以上的官员配秘书都不是普通的，平时跟着你，关键时刻还得给领导输血。从那以后，李光禄跟了马兴瑞整整7年，先做值班秘书，再做机要秘书，什么事儿都过手，什么安排都插得进去。从一个广州基层警员一路被提拔到新疆党委办公厅副主任，你说他什么不知道？马兴瑞案查下来，据说涉案总金额高达3700亿元人民币。李光禄涉案被判死缓。这种人到这一步，最可能做的一件事不是认命，是咬人，而且会拼命咬。果然先被咬出来的是山东那一串王忠林的几个核心大秘，现任广东副秘书长刘天东，济南市委秘书长韩伟，还有任广峰。但真正致命的不是山东县，是广东县。李光禄当上马兴瑞的秘书以后，在省委办公厅进出频繁，而2013年到2017年这个时段，坐在广东省委书记那把椅子上的人是胡春华。现在外面传得最凶的是，马兴瑞在深圳主政期间推动过一些牵涉地产国资的大动作，胡春华作为广东省委书记没有拦没有卡，这就不是简单的上下级关系了，这叫放水。所以现在这条线最要命的地方就在这里。如果李光禄案真的开始往外吐出来的未必是胡春华收了多少钱，而更可能是哪些项目是谁点的头，哪些动作是谁默认的，哪些风险当年明明看见了却没人拦，这就麻烦了。因为这种案子一旦往这个方向走，查的就不是红包，而是责任。不是查你亲手干了什么，而是查你为什么让它发生。根据爆料，这个李光禄被判死缓后，他吐出来的东西直接通到了胡春华的机要秘书。据圈内消息，胡春华的多名秘书目前已经全部被控制，每天被叫去纪委，对着材料逐项核实，核实完了又放回去上班。3月27日，他还坐在政协主席会议上，但群边已经着火了。不过朋友们，先插一句，天天盯着这些盘子变味儿，脑子得清，身体也得顶得住。今天这期节目也感谢普瑞堂玄宝黑参，今年正好是普瑞堂玄宝黑参全球销售10周年，现在正在做10年大庆活动，时间是3月28日到4月19日。这次活动赠品比以前又升级了，以前是满500送1颗，这次直接升级成满500送2颗，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新增 VIP 档位，单笔满3000美元。除了按活动规则赠送12颗黑参原参之外，再加赠1颗特级黑参原参。这个档位是这次10周年活动专门加出来的。下单的时候记得输入我的专属优惠码 JF， 全球包邮。链接我放在视频下方说明栏和置顶评论。照顾好自己也是乱世里最实在的一种准备。如果胡春华这条线只是一个孤案，那它的意义没有那么大，顶多就是一个旧案延烧，一个人运气不好，一个秘书扛不住开始乱咬。可问题是，现在你把这条线放回整个盘子里看，
就发现这不是在查贪官，这是两边在全国范围内逐个山头角力。先看习近平这边的人在干什么。刘国中，国务院副总理，习近平一手提拔的亲信，在黑龙江任职的时候名声就不怎么样。3月30日到4月2日，他急匆匆跑去浙江和江西，表面说是考察治水、水库空间均衡。习近平喊了10多年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口号的背后，环保领域的生意、工程、项目审批，据说很大一部分都在习远平手中。现在温家宝那边正在追查这条线，刘国中这一趟不能排除去订立攻守同盟。再看陈文清，政治局委员、政法委书记，习近平在政法系统最倚重的人，他急匆匆地去了辽宁。省长许昆林是胡春华的铁杆，宣传部长赵刚是温家宝的前秘书。陈文清跑去辽宁，表面上说是排查化解矛盾，实际上是因为胡温那边的人正在辽宁当地针对李克强案进行反向调查。还记得辽宁有过连续4任公安厅长落马的事情吧？王大伟、李文喜一个接一个的被抓。当时很多人以为是反腐，但实际上那些人里面不全是贪腐问题，有一些是因为跟李克强有关系，被习近平那边清洗掉的。现在形势倒过来了，当初清洗别人的那批人自己开始面临被查的局面。陈文清跑去辽宁的公安系统摸底细，不排除是想搞清楚对面到底掌握了多少东西。虽然一个往南跑，一个往北跑，方向不一样，但慌的姿态是一样的。这是习近平那边在灭火。再看另一边，胡温旧系统的人在干什么？他们在卡位，在一个一个关键位子上安静的按程序的把自己的人推上去。国务院4月2日发布了最新一批人事任免，4个人上，4个人下。你仔细看名单，常军红，财政部部长助理；雷小武，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汪建波，国家能源局副局长。这3个人有一个共同点，全是长期在国务院系统里干出来的。常军红在财政部31年，雷小武一直在统计系统，汪建波是中石化背景，没有一个是习近平从外面调来的自己人。20大以后，习近平确实把这些部委上面的一把手换了，但一把手换了，底下的人换不了。部长助理、副局长这个级别，要的是在系统里干了20-30年，资历够、业务过硬的人。所以蓝福安坐在财政部部长办公室里，要提一个部长助理，他只能从现有的人里挑来挑去，够格的全是在楼继伟、肖捷、刘昆手底下长起来的人，而楼继伟是朱镕基带出来的，肖捷是李克强的核心班底，刘昆是广东旧系统的。习近平这边在财政部里根本没有自己培养了20-30年的人选。统计局、能源局也是一样的道理。再说姚来英，国家烟草专卖局新局长。烟草系统是中国最大的合法现金奶牛之一，一年利税上万亿。不过李克强的弟弟李克明之前就在烟草系统里面任职，整个烟草系统受他的影响很大。现在姚来英先不说他的背景，就说他上任的这个机构就挺不好摆弄的。这4个口子是什么地方？财政管钱，统计管数字，能源管油电气，烟草管现金。单独看每一个都能解释成正常调整，可4个放在同一天，这就不是普通调整了，这叫钱袋子口开始一起变位，都是旧系统的人上去。再联想到昨天我们说的上海那边3月31日贺青被顶上副市长，味道就彻底不一样了。这就不是零散的人事安排，这是一张网在慢慢重新铺回来。4月2日中纪委同一天发的6条通报，平时你一条条看觉得都是地方干部出事，可放在同一天看指向就出来了，是在顺着习近平身边最近的几条关系线往里摸。天津市场监管委员副主任刘慧杰双开天津是谁地盘？何立峰。何立峰跟习近平从福建时代就绑在一起，比李强还铁。他在天津留下的人脉现在开始被查了。江苏省委巡视组原副厅级巡视专员丁永生立案
巡视组是纪检系统里查别人的眼睛，现在眼睛本身被翻了。李强在江苏经营了多少年？烟台市委常委、副市长包华立案，从临沂起步到烟台，山东是谁的老家？彭丽媛。鲁西南的官场关系网跟彭家有没有交集？在山东混了几十年的人，不用说出口，大家心里有数。再加上一点更怪的，昨天我们说的王小红，3月中旬还高规格出访越南，参加3+3战略对话，这种规格不低。照理说，这种级别的人，这种级别的活动回来以后，公开面上不该突然就静下来。可偏偏从越南回来之后，这条线一下子安静了。我不说他出了什么事，但在这种时候，有些人突然沉默，本身就是信号。所以现在这个局，我给他一句话，这不是反腐，这是2套系统，已经在全国范围内，一省一省，一口一口的抢地盘。胡春华那边不是孤立个案，国务院这边也不是普通换人，中纪委这边也不是随机下刀，补的是旧系统，拆的是习家军这些年攥出来的地方关系线，这才是今天北京真正冒烟的地方。大家都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伊朗和美伊打起来以后，革命卫队接管了海峡通行权，开始向过往船只强行收取通行费。伊朗议会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还专门通过了一项方案，正式确定由革命卫队来管控海峡，禁止美国、以色列及对伊制裁国家的船只通行。这个事情本身已经够恶劣了，一个被全球定性为恐怖组织的武装力量在收买路钱，但真正的要害不在收费，在结算方式。据多方信源披露，这套通行费系统的结算走的是人民币。具体流程是这样的，船东要先联系设在香港、新加坡、澳门或阿联酋的影子中介公司，提交货单、船员国籍等信息，做一轮地缘政治审查。审查通过后，通过中介指定的渠道支付人民币。据说一艘大型邮轮高达200万美元，或者按每桶油1美元来算，换取一个通行密码。传到了海峡口子上，用甚高频无线电广播这个密码，革命卫队核实以后，派武装快艇护航通过。为什么是人民币？伊朗为什么不用自己的货币？因为里亚尔根本没人要，通货膨胀打成废纸了，出了伊朗谁认你？美元呢？不行，被制裁了。1笔美元交易过去，美国那边立刻就看到了。欧元呢？欧洲的银行不敢接，谁碰了革命卫队的钱，美国的2级制裁马上追过来，你这家银行以后就别想跟美国做生意了。卢布呢？俄罗斯自己也被制裁，卢布的离岸管道远不如人民币完善，最后就剩一条人民币，有一套绕开美国的离岸结算体系，而且背后的政府还愿意替你兜底，这就是问题的要害。伊朗不是选择了人民币，是走投无路，而北京呢？香港、新加坡、澳门、阿联酋的结算渠道，整套地缘审查和通行密码的流程，这些东西是提前就铺好的，就等着你伊朗被逼到墙角的时候不得不走进来。你再回头看前面那些传闻，通过巴基斯坦给伊朗运物资，在革命卫队体系里放技术人员，跟中下级军官放话说你们继续打，中国给你们兜底。这些事单独看每一条都可以说你证据不完整，但现在有一条东西是实实在在露出来的，人民币已经嵌进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站了。朋友们，你连收费站的结算系统都嵌进去了，你在别的环节嵌进去多少？你在后面又兜了多少？还需要我替你把每一层都说破吗？人民币结算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那一个尖，真正可怕的是你顺着这个尖往下看，发现海面底下压着的那整块东西才是北京真正不敢见光的部分。美国一旦顺着人民币结算这条线往上查，查到离岸中介，查到支付节点，查到壳公司，查到背后那些默许它存在的金融接口，那下一刀砍的就不是伊朗，砍的是北京自己的金融血管。所以今天北京最危险的不是外面有人骂他，也不是里面又传谁被抓了，最危险的是上面在抢盘子，国际风险却在炸。胡春华没有倒，但群边已经着火，
国务院的钱袋子口在悄悄变味。中纪委顺着习家军关系线一层一层摸，而在外面，人民币已经被拖进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站。一个连自己秘书线都保不住的权力圈，一个连地方盘子都开始被对手啃的最高层，一个想靠外部乱局翻盘，结果先把自己金融命门暴露出来的政权，这艘船还能稳到哪儿去？今天就聊到这儿，朋友们，江风世界，我们明天见。